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张道和。当今天全台检警调全部都出动，他杀向了诈骗帝王陈志，我们都以为这是陈志跟台湾的斗法，但完全不是我们想象这样，而是陈志跟美国的斗法。为什么会这样讲？你看到今天内政部长刘世芳，他特别讲办这个案子压力大不大？压力当然大，压力来自于哪里？就是因为配合美国等司法单位要来再查，而且他最后一句话非常有猫腻，非常有意思。他说希望查出台湾其他协力的犯罪集团，这代表一件事情，除了现在检警调在办的这一些嫌犯之外，这背后有没有一些政商的关联？而这一张照片出来之后，每一个国家都把陈志的财产全部都清了出来。我们一度以为这个所谓陈志的据点在柬埔寨，但完全没有，原来台湾才是他真正的诈骗司令部。而陈志跟台湾的关联到底有多深？你看到，除了在101之外，我们看到他的办公室的独家照片曝光之外，我们才发现，原来他有钱到竟然可以在101弄一个招待所。这招待所呢，里面的沙发、里面的椅子、里面的装潢非常的高级。所以，当今天台湾最前线的情况之下，检警调为什么要动得这么大力，杀得这么大力？因为一定要把陈志的根彻底的刨除。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早；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桃园市议员黄进平，大家平安；资深媒体人吴正峰，大家好。好，最后要特别介绍，他是曾经参与电视、电影，甚至常上综艺节目，非常了解娱乐圈生态的内容创作者东东。Hello， 大家好。志彤，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聊陈志的事情。我们现在想到一件事情，我们现在终于看懂这一张图了。当美国司法部把这个制裁的图丢了出来，要每一个国家你注意点。当时我们想说柬埔寨你完蛋了，你就是陈志的大本营。但是当昨天跟今天检调第一波跟第二波去搜索完之后，我才发现一件事情，原来真正的大本营陈志的诈骗司令部，竟然就在我们台湾。没错，照我跟你说，柬埔寨或许是他整个这个诈骗集团的身体，但是他真正的大脑其实在什么地方？在台湾，就在台湾。为什么在台湾？你看他查了很多国家，他查了香港啦，查了这个新加坡，都是查扣钱，甚至还有这个韩国、日本也都有去查扣钱。但是呢，唯一呢，台湾是不一样的。台湾呢，不只有钱，还有房产、车子一大堆，显现了陈志他曾经来台湾长期驻点过。而且我们这一次查获了非常多公司，公司里面有聘用什么？有聘用什么工程师啊，然后博弈的线上人员的客服人员一大堆。所以就说呢，柬埔寨或许是他最下游的，在这个打电话的 call center， 但是台湾呢？搞不好是整个 call center 的上游，它的中枢地带，它真的是一个司令部，对，所有的诈骗的行为是都从台湾开始来发送的。对，所以好，我们今天我们内政部长不就说了吗？你看说啊，我国会配合美国司法等单位查，希望呢找出台湾还有其他协力犯罪集团。所以又说了，因为有非常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台湾能够查的毕竟是相对比较有限，那一定是美国有 pass 大量的资料给我们，pass 大量的资料给我们之后，加上我们有在监控一些人的时候，在昨天就收网。所以说，目前为止来说，台湾可能是这个整个诈骗里面来说话相当重要的一个关键的这个地位。所以检警调才会兵分47路嘛，查了那么多嘛。特别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露出来的照片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哇，他们真的在台湾呢，当成是他们第二个据点的这个状况。志总，为什么说这次不是陈志跟台湾的检警调在斗法，它是跟美国斗法？台湾这么重要，因为从来没有想到，光是一个101哦，我们都已经知道和平大院10来户，11户已经够扯了，没有想到101它也可以弄到怎么样？一层楼是办公室，另外一层是招待所。来，我们今天关键时刻独家了，拿到了这个办公室内部的照片，结果这内部照片我们一看傻了，对，太厉害了！为什么太厉害？我们以为办公室人很多，电脑很多，没有想到今天检调上门的时候，他们早就收光光了。对，没错。事实上，这是我们关键得到的一个独家的照片。这个照片是什么？这照片你看起来是一般的办公室，对不对？没有，这是他们的这个诈骗集团在101一共租了2层楼，一层在15楼，一层在40几楼。好，这一层楼里面来说话，照你看，里面就跟一般的办公室一样。对。那如果检警调进去的时候，傻眼，为什么？他数这个位置来说话，至少还有100多名的员工左右的，对不对？员工人数相当多。但是你仔细看哦，它里面来说，你看椅子当然都存在，这个 monitor 都在，但是重点，你检调要进去扣什么？
扣他的电脑主机啊，对每一个人的电脑主机都不见啊，里面电脑主机都不见了、只有荧幕那个线都拔掉了，都拔掉，主机早就搬走了。所以还有很多这个书面的资料，这里面照理说应该会有一些书面资料，全部被清光了。所以什么意思呢？事实上，在美国，我觉得美国在11月中起诉陈述的时候，他们大概就知道了，对，但是知道怎么一回事，所以开始把它清掉。可是问题是我们检调知不知道？我们检调应该也有在盯，可是问题是你没办法上去搜他们的时候，那当然他们就慢慢陆陆续续把它不断的搬走一个状况。好，那这个也是一样，这都是办公室的这个角落。这里哦，至少还有电脑，这个地方是什么？电脑全部都没了，是。结果这是什么？只剩电话。对，从他们2张办公室你就看出来，他们的组织相当庞大。所以呢，这里面员工至少100多人以上，你就知道说这里面绝对是一个非常大。而且今天当警方到了101办公室的时候，他门是关着，对，就幸好旁边有员工还是什么清洁工，哎，怎么了吗？他在帮他开门，对，结果一进去之后，发现都搬光光了，陈志他根本就像刘世芳讲的，是有协力者在帮忙，一定的，他第一时间他就这样子干，这样搞的，对，也就是说美国通缉的时候他就开始非常紧张，那我们国内应该也有跟他配合的人，才能够让他全部几乎是全身的，所以你看检调进去，其实能不能查扣到的资料并没有那么多嘛，对，那尤其是我们不是查扣了60个账户吗？60个账户没有错，我们扣了他的名车26辆，扣了他11户不动产的一个状况，然后扣了他18笔不动产，然后扣了他很多钱。可是重点是60个账户造额居然只有2亿多，你觉得60个账户怎么可能2亿多？所以已经钱有被他转走了。对，那到底有没有人帮助他们做这些事？我觉得接下来所以45亿元根本对陈志来讲冰山一角啦，我转光了。对，没错。你看他不能，他留下来的都是他觉得可能没有那么重要的东西嘛。对。那我们讲这是一层楼，一层楼是他的办公室，另外一层楼也是哇，大家看得完全吓傻。我们就说他原本租15楼跟49两层楼嘛哈。那我跟他讲，101来说是这样子的，比较低楼层它的坪数是比较大，大概一层楼有200多坪。对。那他来说呢，他有一层楼，他特别的，他还有一层楼是在15楼，隔出一区。约100来坪哦，你看在101来坪，101坪来说的话，一个月也要这个3000多块啊。他100来坪当成什么招待所？那你看这是他们招待所，你看就是这样子啊。招待所你看沙发椅在这边的，然后可能这边还有很多可以玩的游戏，很多已经被拆掉了。你看哦，这边这么多的箱子。早就打包好了，是没错。你看它有什么？有吧台啦，然后还有什么大型的沙发啦，还有这个电子飞镖器等等一大堆。而且你看到我们今天还拿到另外2张照片。对，除了这几台车之外，这边还有其他，还有豪车很特殊的，英国国旗的这种车款。对啊，所以我就说他的这个车子，我们不是说扣了那么多台车，4亿多的这个车，这不是开玩笑的。所以呢，对他来讲。但当然，我们警方已经很努力，但是没想到还是慢半拍。那慢拍，我就觉得他应该早就收到这个相关的这个风声了。好，不过这样，今天警方这个约谈了非常多人嘛，那也有很多人就交保了。那里面有一个人呢，就引起大家的讨论，就是这一位。这位是谁呢？这位是叫刘纯宇。然后刘纯宇来说，因为他后来呢，因为他穿着比较火辣，然后大家都注意到他，就没想到，他获得交保的时候，他就很开心出来了。对，因为没想到15万就可以交保 ，OK 啊，对不对？那你要想，那他是怎样一个人呢？我想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因为什么？刘纯宇他是谁？他是一个叫李天的，他的特助。他在台湾的特助就是他。所以简单来说啦，就是这个李天呢，他在台湾就是直接下达命令给刘纯宇，因为他是特助哈。对。那李天是谁？李天再往上去的话，就是陈志。等一下，陈志是大魔王的话，对，没错，他就是2把手。对。然后结果你刘纯宇就是2把手、恶魔王的特助。对，所以你知道他的地位相当大。好，那我们跟他讲。他或许他的位置没有很高，但是因为他可以直通天厅，透过李天就可以通到这个陈志，这个是更厉害的角色。好，那我想陈志为什么这个李天非常重要？因为李天他是香港一家上市公司 FSM Holding 的公司的这个主席，但是他其实是主要是担任什么太子集团的 CFO， 对，也就是说总管财务的人嘛。我们就讲，在整个犯罪集团里面来说，第一个重要一定是这个主席嘛。对，总管财务的人绝对是他亲信中的亲信嘛。尤其是他们整个集团洗了那么多钱，他们金流很庞大的。对，所以一定需要他。所以这个李天等于是最知道金流人。那他早就已经被英国跟美国制裁的一个状况。好，那他呢我们太子集团来台湾成立所谓的天旭公司，还有董事长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总经理都找外籍人士，然后李天就来担任他们的这个总经理。好，那总经理来说，因为他来台的话，那他就由这个刘淑宇来帮助接下所谓的刘纯宇来接下所谓集团的业务，所以我才说他的角色非常重要。然后他的特助今天书官交保的时候，很多人就说，
这个诈骗45亿15万交保是在鼓励犯罪吗？所以反对难对就有人就说，难怪那么多这么多人炸锅了，对啊，莫名其妙，难怪会有那么多人就说，那台湾真的是诈骗天堂。除了这个刘春雨引起大家讨论之外，因为今天有非常多人也陆陆续续都这个浮上台面。这边有2个人，一个是天齐公司的人资长叫辜淑文，那他现在已经被羁押禁见了哈，那被我们这个声押禁见，那到底能不能把他羁押起来，这个目前为止还不知道。那他做什么呢？你看。他等于是他是帮他成立什么？包括他成立很多子公司，然后这个人资主管辜淑文帮他什么招募工程师，对，所以帮忙线上博弈的这个程式。另外还有一个这个皓月公司员工担任所谓的线上博弈的客服。所以这个辜淑文，他就是惩治在台湾所有的博弈事业，对，包括你博弈公司的设立，对，包括你游戏的设计，对，包括你找的客服，对。都要听他一个人，是没错，都是他管的。对，所以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张图嘛，就是说有一张是什么？这个只有电脑了，这个就是所谓的工程师嘛，还有客服就在这边嘛，然后就由这个辜淑文来管嘛，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他也是一个可能有实际参与到的人，所以他马上就被声押禁见，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好，还有另外一个人叫做王义堂。那王义堂来说，他现在被用洗钱跟诈欺，哈，那为什么洗钱跟诈欺呢？因为事实上他也是一个重要的操盘手。那尤其是你知道，因为美方公布这个所谓的要制裁这个太子公司之后，就王义堂做什么呢？他把手下这个犯罪所得开始了购买到了迈拉伦，就那些车嘛，兰博基尼啊、劳斯莱斯、法拉利、保时捷，要开始把它过户到他人名下。就把他过户走，然后这可能是陈志叫他说，赶快过户。好，那他其实还企图从这个和平大院停车场把他开走。你说那一些很贵的车子，他还在被美方制裁的那一天，赶快去开车。对，开车，然后而且还想办法把他过户走嘛。就没想，我们检调相关的人就知道了嘛，所以就没办法让你开走的一个状况，所以车才原封不动的让被我们这个相关的查扣的一个状况。不过接下来啊，我们今天有传2个人。一个叫黄捷，一个叫施廷宇，他们2个人来说是美方这次制裁的2个人，所以我在说这个案情目前为止还继续在往上烧，而且到底能够最后警方能不能够查获更多的东西呢？那我们就看接下来检警跳3方的办案动作。郑凤，我们刚刚讲，我们看到这一张图的时候，我们原本以为他点名是谁，是柬埔寨，没有想到竟然。真正的核心，真正的司令部，竟然就是在我们台湾。台湾现在在第一线，所以你看到今天为什么刘世芳讲说，我不管怎样，我都要办下去，我要把全部人都揪出来，压力非常大。今天其实已经是第2波了，昨天第1波已经很吓人，今天第2波锁定了2个最重要的人，这是美方最在意的人，他制裁名单里面给了3个人，一个已经跑掉了，其中2个今天黄捷、施廷宇。重中之重也被押到北检去了。是，大家可以看到哈，之前大家以为台湾是东亚第一岛链，结果你刚刚一看，其实台湾是诈骗第一岛链。你看，台湾在这个整个图表里面，它其实占的地位哈，貌似没有什么重要，但实际上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别的国家目前都只查到钱，对，但我们查到的人。对，人有多重要？人就是诈骗集团的资产。好，那你刚刚讲到美方制裁有3个人，对不对？5节绕跑嘛，对。来，黄捷跟施廷宇跟大家报告到案了，今天已经到北检复讯了。可是呢，北检呢，据我了解啊，北检对这2个人涉案的案情相对比较保留啊。为什么？因为这2个涉案的案情，据我们跟美国拿到的资料哈。这2个涉案的内容比较像是他们因为他们2个是台湾的人才，对，那他们到帛琉透过这个投资做赌博或者是做诈欺，对，所以他可能比较不像是在台湾从事什么赌博啊，或者在台湾从事诈欺的这些行为。好，但 anyway 这2个已经到案了哦。那你会觉得说，那北检这么大的阵仗，是不是他出动的检察官也很多？我跟大家报告，对。他出动了10个检察官，10个检察官。没错，昨天不是只有一个主任检察官带一个，今天已经到10个检察官在办这个案子了。让修这蒙没料啊！所以呢，昨天从2个增援到7个，最后到8个，今天再加2个。所以总共10个。所以今天针对了黄捷跟施廷宇，如果没有抓到他有赌博这种参与赌博网站，甚至洗钱的实证的时候，你刚刚有特别提到，他跟帛琉是有关。对。所以现在就期待要等待美国跟帛琉，你赶快把资料给我，我要来杀人了，我要来帮你处理了。是。再来说这2个人才最重要嘛，对，因为他被指定制裁。
所以台湾的北检确实现在已经透过司法互助跟帛琉调资料，同时当然跟美方之间也有联系。好，如果东西调到的话，我认为这2个涉案案情就会提高，只是它或许是另外的案件内容。不过他既然今天敢拘他来，他的案由当然就要跟其他25个人一样。对，好，我不认为这2个最后会轻重了。好，那刚世聪哥有讲说，这一个集团在台湾哦。他买了多少房产，做了多少公司哈？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要选台湾？来，我们先想一下，陈志是哪里人？是华人，中国人，对不对？对。那但是你看哦，陈志他很特别，他虽然是中国人，可是他不是中国籍耶，他是挂柬埔寨籍，他有3个籍，甚至刘志芳今天讲，他有多重国籍耶，塞浦路斯，然后万纳度跟柬埔寨，所以他进来台湾数十次都是用什么不同的护照进来。好。那你想一下，为什么他放弃了中国籍，但他选择台湾做他的司令部？因为台湾是华人世界唯一的什么民主跟人权最佳的国家。好，对。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因为既然有民主有人权，我们凡事都要讲制度、讲保障。所以既然有保障，对于诈骗集团来讲，它就有很多上下其手的空间。你看哦，他在台湾设了几间公司。到目前为止已经查出17间公司。对，好，它有17间呐，这么多，17间公司哦，多到你觉得不可思议。而且哦，我跟大家报告，其实他设公司的意思就是合法掩护非法，所以这些公司它是有缴税的，有缴税给我们政府哦。好，那你来看一下这里面的人名。其中有4间公司，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叫做天旭、明瑞、台湾太子不动产跟尼尔。为什么我要讲这4间公司？来，你看一下天旭跟明瑞的经理人是谁？李天哥，天哥就是太子的 CFO， 对不对？好，再来台湾太子不动产跟尼尔，他的经理人是谁？志哥就是首脑啦，陈志。对。所以你可以发现，真正有在运作其实是这4间公司，对，其他的除了是空壳，要不然就是这种，要不然就是赌博网站。对，那他怎么样把黑钱洗来台湾呢？我们来看一下手法1哦，他说他设立人头公司哦，汇黑钱，他总共设了8间人头公司。对，那这些人头公司，当然海外的黑钱，据我了解，这个国外的海外的太子集团，他透过这个王姓男子哈。跟台湾的太子集团联络，那之间他们怎么样把这些黑钱洗来台湾呢？就是成立这8间空壳公司。好，这8间空壳公司呢，拿了这个国外的钱进来之后呢，去买什么？和平大院，大家都当杰伦的邻居。而且你要注意一下，他很特别，他买房子还刻意去干嘛？贷款哦。对。然后贷款之后，他不是留在台湾，他贷款之后干嘛？汇到国外去。为什么？来，你想一下，他进来的钱是黑的，对不对？海外进来的钱是黑的，所以这一笔钱有风险。可是我跟银行贷的钱是干净的，干净。我用银行来帮我洗钱，我的天哪！然后再洗到国外去，厉不厉害？聪明，这背后绝对有高人指点。然后第二个，他在台湾他还成立我们刚刚讲博弈公司嘛，对，我们刚刚王姓男子是负责对接的，就是海外太子跟台湾太子之间的中介。那接下来另外一个孤姓女子呢，她就是跟这个李天好站在一起的 CFO 站在一起。好，这个孤姓女子呢，她就是负责在台湾招聘博弈网站的工程师，还有做什么博弈网站的客服。然后第三个，钱进来之后，除了买房子，还要买什么？买车子。买车。刚刚世忠哥有讲嘛，讲美国11月14发布制裁名单之后，马上去塞车嘛，对，然后还去转手。好，所以他很聪明，他把海外的钱洗进来台湾之后，经过沉转之后，去买不动产跟车子。好，再来手法4，就是我们来帛琉，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黄捷，还有另外一个狮女嘛。对不对？台湾的这些人才哈，我们刚刚台湾是一个诈骗人才库，人才资料库还可以输出到帛琉，就是到帛琉呢帮太子集团从事陈志的脑袋非常清楚，而且他精致到什么？我们刚刚讲尼尔公司跟台湾太子不动产，他是当什么？对，他是当他是当他的经理人，对，就是他要掌控他的钱呐。郑凤，你的意思是说，这里面我们刚刚讲17间公司里面洋洋洒洒，唯一里面让我们觉得最妙的是什么？是这个尼尔创新国际经理人。来，我们看到陈志，然后说尼尔创新国际他在干什么的？结果你现在说这尼尔创新国际
就是一个大金库。没错，检调现在怀疑尼尔本身就是洗钱的中介者。对，来，刚刚他有2间公司嘛，一个叫台湾太子不动产，对，这间不动产公司其实是有在活动的，对，他其实平常有在经营，但是尼尔就很神秘，所以检调就去查他的金流，发现他可能就是由陈志直接操控的洗钱。对，好，那来看哦，陈志，来，你看到这个尼尔创新公司，他的经理人叫做谁？千纪。陈志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陈志，对，他亲自来当经理人。来，你想看看哪一种诈骗集团的首脑会抛头露面显明啊？很少嘛，除非他要亲自掌控这间公司。对，所以尼尔创新对他来讲非常重要。对，因为这个就是他的金钱之所在。不是，我们刚刚这样听完之后，如果真的把台湾当成司令部的话，那陈志你也太嚣张了吧？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在谈这个案子的时候，我就说台湾一定有内鬼。为什么台湾一定有内鬼？既然美国跟英国在抓这个陈志这个整个诈骗集团一个情况之下，完全没有事先告知我们台湾相关的单位来配合。对。然后我们台湾竟然是10月15号，也就是美国这个案子连起诉都上架了之后，我们才开始成立调查小组。那现在内政部长刘世芳直接说什么？配合美国司法单位来查清其他协力犯罪集团。我问你，这代表什么意思？是美国压着你，你给我办清查。你觉得他要我们台湾政府查的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25个人吗？那个是什么？那个是走路工，那个是什么？一起做手工的。他要我们查是谁？查出到底是谁在掩护陈志整个集团，到目前为止竟然还逍遥法外。对，过去这几年的时间台湾竟然有人拿着30-40亿的现金买和平大院11层楼，买了20几辆超跑，4-5亿的台币，再来还在101 2层楼租借这么好的。这些人难道是要招待我们的一些平民百姓去吗？不可能。他是招待谁？高官、政商、媒体。我跟你讲，这些人一个都逃不掉，因为这个案子现在是目前美国要台湾政府办的，所以这件事情在美国眼里不是单纯的犯罪案，不是单纯的一个诈骗集团诈骗案子。这是国家安全情报的案子，美国现在是要一网把台湾所有这些破口全部都补上。我们先来看这个过去太子集团他在柬埔寨是怎么搞的。你看，就这叫什么太子天喜湾计划，他在盖的同时，也在我们台湾进行相关的贩售。对，有没有看到那个照片？那个大家撑伞的开幕典礼，这是2018年左右太子的这个集团的一个执行董事长邱国兴。邱国兴其实就是陈志怡一个，据说是有亲戚关系，他整个的规模有多大？他们当时就是说，他占地面积我刚刚提到2.5万平方公尺，然后呢，他新建的一个酒店的面积4.8万平方公尺，他还要2栋大楼29层的公寓，它整个房数是1431套房，酒店就占了快400套，然后呢，自己出售的公寓1038套左右。对啊，这些出售的公寓要卖给谁？台湾啊！我刚刚讲的一开幕仪式是2018年、2019年左右，对不对？你看这篇报道，2019年7月5号，对，这是谁？旁边的那个就是张纲耀，就是黑吃黑掉9亿的那一个，然后说哇，看好台湾购屋族的海外投资潜力，然后带来西哈努克港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建案，然后呢，滨海休闲度假村只要15万到35万美金。你看时间点，2019年，他从2019年，你现在看到画面，他从2019年就已经在台湾开始招兵买马。你来再看到旁边哦，他从2019年到什么时候？你看那个时间点，2024年9月27号。对，昭和，你不要以为他9月27号。这个案子报了之后，我在10月中的时候去查，他竟然，你知道他今年课程开到什么时候吗？2025年11月初，他原本规划11月初还继续，然后他都是一个手法，什么手法呢？我有美酒，然后呢，我还跟你讲建案，你有没有看到？你把它念出来。当欧洲葡萄酒遇上了，来，你看到金边奢华建案是，然后你看物件介绍，他就会告诉你那个物件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啊，然后一大堆什么的。然后太子不动产的副总经理是谁？这个林阳茂。然后呢，下面还很有趣哦，下面是什么？
酒商酒轩国际执行长马思悦。所以他们其实是把这些全部都结合在一起，然后来销售。那当然，你说他销售有没有犯法？销售当然不犯法。但是现在情况来了，为什么我说这个案子跟中国的那个所谓的那个国防有关？你知道这个？你看，你知道这个案子在2019年他们就已经是给谁建吗？中建集团。中建4局，中建是哪里的中建？是中国建设集团。对，中建4局是中国建设集团的子公司，它是央企。中国建设集团是国企，而且它在2017还18年之后变成100%国家持有的。再来，它现在董事长叫郑学选。郑学选在昨天还前天，他竟然跟厦门市政府签订了一个1055的相关的计划。你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吗？他其实所有诈骗出来的钱，弄到了这个西哈努克港，要弄一个相关的度假村，结果是请中国的中建集团来到柬埔寨帮他们干。你说中国政府在后面没有扮演角色吗？再来，为什么我说这个案子最蹊跷的一件事情是，如果诚如美国所说的，台湾是一个这么重要洗钱的据点，为什么美国跟英国当时在查清这些案子的时候，没有先知会我们？因为有内鬼，这不是我讲的，这是相关的媒体现在已经出来一个相关报道。你看风传媒，他报道什么？他现在报道，他这个标题写美国洗脸台湾调查局长，太子集团诈骗定国，竟蒙过陈百里。陈百里谁？调查局的局长。但是这个陈百丽是现在局长，那他当时当然也是相关的人员。但是我觉得这个案子前后任的局长，你不要说局长啦，我甚至是觉得有没有行政院有没有相关的高层有指示，其实都要进一步去查。所以我们也不要现在点破，现在就看政府的魄力到哪里，还有就是美国政府要台湾政府查到哪里。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